别再用体力的勤奋去掩盖思维上的懒惰。很多人读了一辈子的书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，是因为他们没看清楚规律。我是点点思维，今天我们要拆解这本书，将会彻底撕开现实的假象。富爸爸穷爸爸看穿金钱游戏的规则，实现阶级跨越的底层逻辑，看清规律，才能掌握主动。我是点点思维，我们用更深层的视角读懂每一个细节。为什么在资讯如此透明的时代，大多数努力工作的人依然无法摆脱财务压力？很多人穷其一生在追逐金钱，却从未停下脚步思考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。罗伯特清崎的经典著作《富爸爸穷爸爸》并非仅是一本理财书，它是一本关儿思维觉醒的教科书。它挑战了工业时代留下的集体幻觉，明确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不学会建立系统，你永远只是系统里的一枚零件。第一章：集体幻觉与老鼠赛跑的资本陷阱。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体系本质上是为了培养高阶劳动力而设计的。穷爸爸代表的是那群受过良好教育、拥有社会地位、领住高薪的专业人士。他们深信努力读书、考取证照、进入大公司、升职加薪、存钱退休，这就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。然而，这套逻辑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存在一个致命的系统性漏洞：老鼠赛跑。什么是老鼠赛跑？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死胡同。当你的职位提升、薪水增加时，你的社会地位欲望会随之膨胀。你换了更大的房子、更名贵的车，开始追求更高品质的消费，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房贷、车贷、所得税与生活支出。你的生活水准看似提升了，但你的生存焦虑也倍增了。你必须更努力的工作来支付账单，而账单越多，你越不敢停下脚步。恐惧与贪婪的驱动大众为钱工作，本质上是被两种情绪驱动：恐惧与贪婪。恐惧害怕没钱付账单，害怕被辞退，害怕在社会竞争中掉队。这种恐惧逼迫人们每天早上醒来去工作，即使他们讨厌那份工作。贪婪欲望拿到薪水后，脑袋立刻浮现出可以买到的好东西。为了满足这种短暂的快感，人们再次投入劳动。富爸爸的洞察：第一步不是赚更多钱，而是改变对钱的看法。如果你不懂得这个规律，赚再多钱也只是换个更高级的笼子在赛跑。第二章：资产与负债，商业逻辑的起点。这本书最伟大的价值在罗奇对资产与负债的极简化、操作化定义。这与学校会计学上的报表完全不同，它是从现金流的方向来定义的。负债，吃掉你的钱。任何每个月会把钱从你口袋里拿走的东西，就是负债。例子：贷款买的自用住宅、高额车贷、信用卡的消费贷款、订阅制的奢侈服务。误区：很多人以为房子是资产，但在富爸爸眼中，如果你住的房子每个月让你付房贷、税金、修缮费，而没有任何现金流回口袋，它在财务结构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负债。资产 SET 生出你的钱。任何每个月会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东西才是资产。例子：能够收租的房地产，会发息的股票，能自动运转的线上课程，如你的股票投资注意事项，具备版税收入的作品，或者是能获利的企业股权。贫富差距的真相：穷人只有支出，甚至没有负债，因为信用额度不足。中产阶级以为自己在买资产，其实是在买负债。他们买了大房子和名车，结果现金流完全被卡死。富人一生都在收购资产，让资产向产生的现金流支付生活费，最后才用多余的钱购买奢侈品。第三章：关注你的事业，而不仅是你的工作。我们必须厘清工作与事业的商业边界，这对想要成为顶端人才的人至关重要。工作是帮别人实现梦想。你在公司上班，卖的是你的时间与体力，这是一种不可累积的消耗品。在这种结构下，你是老板资产项里的一个成本。
一旦你停止劳动，收入立刻归零。2. 事业 Bus RNSS 是建立自己的系统，事业应该围绕住你的资产项建立。富爸爸建议，即便你目前还在帮别人工作，你也要开始经营自己的事业。这不是叫你立刻盲目辞职去创业，而是要在工作之余，将剩余的现金流投入到能产生收益的工具中。成功的指标，当你的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大于你的生活总支出时，你才算真正获得了财务自由。在那之前，无论你头衔多高，你依然是金钱的奴隶。第4章，税收与企业资本运作的隐藏外挂。这部分是全书中最体现财商的地方。富爸爸之所以富有，是因为他懂得游戏规则，并利用规则避开了最大的财富杀手——税收。2种不同的获利顺序。受雇者穷爸爸，赚钱缴税由公司预扣消费，你还没拿到钱，政府就先拿走了 20% 到 40%， 你是在用政府吃剩的钱在生活。企业主富爸爸，赚钱消费合法开支缴税，企业可以先列支所有经营相关的成本，如差旅、办公器材研发、员工薪资，最后针对剩下的净利润才缴税。2. 财商的4大支柱。要学会这套外挂，你需要累积4种能力：会计读懂财务报表的能力，看穿数字背后的真相；投资钱生钱的策略，辨别机会的能力；市场理解供给与需求，了解消费者想要什么；法律了解税务优惠与公司法规，合法的保护你的资产。第5章，克服人性中的5大障碍。为什么聪明人会变穷？理解了理论，为何多数人依然止步不前？因为人性中有5个基因层面的阻碍，阻断了你的财富复利。1. 恐惧，害怕失去。大多数人因为太害怕赔钱，所以选择最安全的方案。但事实是，在通膨时代，存钱就是亏钱。你必须学会管理风险，而不是逃避风险。2. 愤世嫉俗，过度怀疑。当机会出现时，愤世嫉俗的人会找100个理由说这行不通。他们花时间抱怨不公，却不肯花时间研究规律。3. 懒惰 less NESS， 忙碌的懒惰，这是最隐形的杀手。有些人用疯狂的工作来逃避思考如何变有钱。他们每天加班到深夜，以此为藉口拒绝学习投资知识，拒绝理清自己的财务报表。4. 不良习惯，消费先行。拿到薪水先付钱给别人，房东、信用卡公司，最后剩下来才投资。富人的习惯是先支付自己，就算钱不够付账单，也要先投资资产。这种压力会逼迫大脑想出新的赚钱方法。5. 自负 arrogance， 无知的傲慢，以为自己什么都懂。在金融市场中，自负的代价就是被收割。第6章，行动建议，从劳动者进化为布局者。这本书并非要教你一夜致富，而是要帮你建立一套富人的脑袋。请从以下3点立即开始：分清资产与负债。下次花钱前，问自己这个东西每个月会把钱放进我的口袋，还是拿走？如果只是为了面子，请停止购买。学习赚钱的技术，而不是赚钱的工作。投资在自己的脑袋上，学习如何辨识机会，如何跨界整合资源，建立系统思维，开始思考如何将你的知识，例如你的股票投资注意事项产品化。你的知识，你的个人品牌，就是你最强大的起步资产。最后，读完这本书，我最大的感悟不是要怎么变有钱，而是发现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在一种集体幻觉里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找好工作，要存钱，但从来没人教我们如何处理风险。我以前也觉得投资很危险，觉得亏钱很可怕。但富爸爸教会我一件事，恐惧是因为无知。当你不懂规则，股市就是赌场；但当你懂了规则，股市就是你的资产加工厂。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学习的定义。以前学习是为了拿文凭换薪水，现在我的学习是为了建立系统。所以我开始研究金钱的运作，
开始拆解市场的逻辑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整理出那份股票投资注意事项的原因。因为在致富的路上，最贵的代价叫代价。如果你不懂避开那些致命的坑，你赚再多钱都会被市场收回去。我把这本书给我的启发转化成具体的检查清单，这就是我经营自己事业的实践。最后，我想送大家一句话：贫穷与富有之间差的不是本金，而是你对金钱的认知。不要再用体力去拼命了，开始用大脑去布局。当你的思维变了，你的财富自然会跟上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我是点点思维，我们下期见，用更深的视角看懂这个世界。